我捐出了我的肝脏给了垂危的女儿，女儿不幸在手术中去世不久。当我清醒时，我发现医生的妻子在我昏迷期间把我的肝脏移植给了他的初恋女儿。我感到仿佛沉浸在麻醉的反射中，无力地向柳如烟询问，这究竟是真实的吗？她表示还有另外一个，你需要捐出去。我后来因悲伤过度昏厥，醒来时发现我患有晚期脑癌。我并未感到悲伤，反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当晚，我的内心黯淡无光，带着女儿的遗体离开了，递交给她一份冰冷的离婚协议。整整3个小时后，刘如烟终于姗姗来迟，让人不胜期待。当她看到我悄无声息地坐在就诊位上时，她非常惊讶，皱着眉头，大声责问我：“陈泽，你怎么了？白天你在这里干嘛？吓唬别人吗？”她的声音传入耳中，我机械地抬起了头。柳如烟穿着白大褂，面容忧郁，衣领凌乱。尽管下班时间已到，她仍未离开。我保持沉默，柳如烟逐渐皱起了眉头：“你还在意那次捐肝的事件吗？”话音刚停，我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手中的报告。我已经强调了，月月的病情恶化得更加严重，如果不及时动手术，她就危在旦夕了。而星星那边的情况我已经检查过了，稳定得多，只要继续按时服药，应该能坚持下去。陈泽，我理解我不该隐瞒你，但身为医生，当一条生命摆在我面前时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必须全力施救，这也是为了行善积德。柳如烟脸上带着烦躁的表情，而语调则显得愤怒不耐。肝脏是人体中唯一能够再生的器官，也有捐献的机会，请不要在这里无谓的争吵。他冷静而坚定地认为我已经错失了机会，只是在无谓的纠缠。3天前，因为缺乏肝脏移植资源，我的女儿突然发生了急性病情，她停止了呼吸。她还是那么年幼，却未能好好的领略这个世界，就永远的离开了我。在病床旁，星星眺望着病房门，心怀期盼，渴望柳无烟的到来。爸爸，我渴望见妈妈。星星满怀疑惑，为何妈妈未来照顾她？她生病了。星星心中充满了对妈妈的思念。妈妈是一位医生，曾挽救了无数生命，但她为何不肯挽救自己呢？即便眼中泪花闪烁，瞳孔逐渐失去焦距，最终闭上双眼，柳如烟却始终未现身。当我看到她突然垂落的小手时，我的思绪一片混乱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心脏瞬间被无情的压迫，与灵魂一同被撕裂，智力也遭受了严重的摧残。星星，醒醒吧，别再沉睡了。我紧紧地拥抱着那个渐渐冷却的瘦小身躯，绝望像洪水一样涌向我。无论我怎样祈求神明，我的心依然深陷悲痛之中。他明明还有机会活下去。听说星星患有肝衰竭后，我立即接受了检查，幸运的是找到了合适的配型。但我万万没有预料到，孩子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肝脏捐给了她的初恋女儿，展现了无私的爱。当我苏醒时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柳如烟，你实在太过分了。星星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何要如此无情地对待她呢？我拼命冲向柳如烟，却遭到她冷漠的回应。月月的情况越来越严峻，她需要一个坚强的男人来照顾她，这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。柳如烟突然间消失无影踪，再未与我联系。就在这个时刻，星星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，生命岌岌可危。尽管我竭尽全力支撑着虚弱的身躯，日复一日地跪拜天地，但星星最终还是告别了。柳树像是初恋中的女孩，却挥霍了应该留给星星的温柔，艰难度过了危险时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盯着眼前的女人，心中充满了愤怒，想要将她撕成碎片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注视着我多年来深爱的女人。我平静地开口说：“柳如烟，我们结束我们的婚姻吧。”柳如烟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，她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仿佛对所听到的话感到难以置信。我提出了离婚的要求，接着递上了一纸离婚协议书给她阅读。在那一瞬间，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冰冷的氛围令人感觉窒息。陈泽，你已经闹够了吗？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愤怒在她的双眼中不断翻涌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月月比星星更需要甘愿，这是关乎人命的大事，你不能只顾着瞎吃飞醋。你也是做父亲的，怎么能如此冷血无情？柳如烟握紧了双拳，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，显然她已经生气到了极点。我淡淡的回答：“明天吧，或许提前离开会更轻松些。”柳如烟皱眉欲斥，忽听电话铃声，冷酷眼神瞬间缓和，如遇波澜。我会全心照顾你和月月的，你可以放心，无需怀疑，那是赵天宇。面对初恋，柳如烟总是慷慨地流露出一丝温暖。我频繁地打电话，反复祈求，但他却拒绝给予最后一次相见的机会。我心中怒火熊熊，手掌用力挤压，难以抑制。我正忙着照顾赵天宇的父母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法处理你的突发情况。他临走前冷漠地警告，要你严格监督陈星，如果他有任何差错，我绝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星星的死亡证明，声音充满关切和体贴。然而柳如烟却无动于衷，心思似乎游离他方。哎，柳如烟啊，你真是位慈母。我匆匆吞下一堆药物，才勉强控制住喉咙里涌出的鲜血。我盯着办公室门口的指示牌，上面写着柳如烟，肝病科主任，这让我感到异常刺眼。柳如烟是肝病科最杰出的主任医师，但他坚持不治疗名人，声称要回避猜测。身为科室主任，我不能滥用权力，随意运用特权。赵天宇的女儿生了重病住院，他全程陪护，还因为职位便利安排了最好的 VIP 病房。这件事彰显了爱与不爱之间的鲜明差别。我回家了，将一切与我和星星相关的东西都扔掉了。当家中再也找不到我和星星的任何痕迹时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一直尝试着联系柳如烟，可她一直将我拉黑，我们之间的沟通彻底中断。离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，我感到疲惫不堪，不愿再与她有任何牵扯。那天，我抱着冰凉的心脏，眼泪不停地流淌，直到我失去知觉。苏醒后，医生告诉我，我已经晚期脑癌。以往那些像针刺般难忍的头痛、反复呕吐以及时不时的眩晕，不是焦虑造成的结果。尽管我对被诊断为晚期突发性脑癌感到遗憾，但我却感到非常高兴。我生来孤苦无依，独自一人在世，唯有星星作伴。
在殿下处理完所有事务后，我满含内脏碎片的血，用我所有的积蓄为星星找了一个理想的家园。每天在我生命的尽头，我都会靠在坟墓旁与他交谈。直到有一天的午后，我惊讶地看到一颗闪烁的星星向我跳跃而来。他面色红润，长发浓密披散双肩，没有躺在床上苍白无力，也没有全身被呼吸机束缚。我望着闪烁的星空，激动万分，泪水悄然滑落。突然，他飞奔而来，紧紧地拥抱在我怀里。爸爸呀，星星好想你呢。他说他等了好久了，之前一直在我身旁，急得团团转。可是爸爸一直没能看到星星，星星真的着急啊。他握住我的手指，笑着说：“现在爸爸能看到星星了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”我曾以为死后将与星辰同行，然而在医院中苏醒，不期而遇了刚刚完成治疗的柳如烟。她匆匆忙忙地进入了 VIP 病房，连白大褂都未穿上。月月，今天的康复情况如何？柳如烟温柔地拂过赵月月的头发，弯下腰，仔细检视她身上的手术痕迹。有赵天宇在一旁微笑，我感到踏实。没有他的陪伴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。不必担心，我在这里。柳如烟安慰着他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会义不容辞地支持你。原本心情愉快，却突然阴霾。经过努力挣扎，下意识地想要掩盖星星的眼睛。在星星被确诊为肝衰竭后，他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每一天，他都思念着妹妹柳烟，同时也对爸爸妈妈的情况感到担忧。他渴望能够见到妈妈，对她的思念之情无比强烈。柳如烟总是以繁忙为借口，但却从未现身。每当赵天宇的女儿大声哭泣或挣扎不安时，星星总是默默守护在他们父女俩身边，细心呵护，尽心照料。星星因为失眠而痛苦，于是他温柔地为赵玉讲睡前故事，手里拿着一本童话书。当星星昏暗时，他推着轮椅，一直陪在赵天宇的父母身旁，给予他们足够的安慰。他总是强调我和天宇只是朋友，不要用下流的眼神看我，他们需要帮助，我只是出于善意在照顾而已。星星深深爱着柳如烟，甚至在生命即将终结时，仍默默感悟。他心中对此情景的残酷程度难以想象。我始料未及的是，星星显得异常安静，他只是瞥了一眼，便躲进了我的怀抱，再也不愿探出头来。爸爸，星星没事，只是有点小难过。怀中传开沉闷的声音，其实我早就不喜欢妈妈了。她的哭泣让我意识到了一件残酷的现实。星星早已了解月月的存在，也知道柳如烟一直在照顾他人，无暇顾及自己。他甚至明白我的肝脏本该捐给他，却被移植给了别人。那个叔叔跟星星交谈，星星指向了赵天宇，然后轻声对我说：“那天早晨，一位叔叔告诉我，爸爸本来计划捐献肝脏给星星，但被这位叔叔抢先了。他令人生厌。”星星感到愤怒，想为爸爸讨个说法，但突然间，星星就晕倒了，无法帮助爸爸。血液瞬间涌向头顶，双目赤红，心如刀割。面对柳如烟的矛盾，我从未想过与赵天宇有任何牵连。柳如烟的态度一直不合适，赵天宇也不该刻意激怒我，导致我心情不佳。难怪星星突然生病了。柳如烟、赵天宇，他们都是那些夺取星辰生灵生命的贵族神明，他们是否认为这样便可以逃脱宿命的束缚呢？目睹那仿佛一家三口般的温馨和谐，心中的怨愤沸腾而出，欠下的仇恨终将还清。柳如烟向我坦诚地请求捐献肝脏，因为赵月月突发重病，情况紧急。她匆忙间甚至未对我进行术前检查，却毫不知情于我在短短1个月的干疗养期内突发脑癌。癌细胞在此期间已扩散至血液及多个脏器，将含有癌细胞的器官移植至受体患者身体内，有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。高月宇度过危险期后，突然陷入昏迷。经检查发现，他的肝脏正在迅速扩散癌细胞。赵天宇瞬间泪如泉涌，心如刀割。尽管我们曾寄望于肝移植能够拯救月月，但现实却残酷无情。月月是我生命中的全部，失去她，我将一蹶不振。她的悲伤难以自禁，泪水不停地流淌。柳如烟内心充满怜悯，别担心，我将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月月，我会保护她。我漂浮在空中，凝视着眼前的景象，嘴角挂着一丝讽刺的微笑。赵月月的情况日益恶化，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施救，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。最终，她陷入了昏迷，再也没有苏醒的迹象。她思绪万千，从未沾染烟草，可烟灰缸里却积满了厚厚的灰烬。在赵天宇的暗示下，他立即想起了我，期望我再次捐赠卵子。他最终心软，将我从黑名单解放出来，但我却反复拨打，却得不到回应。陈泽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柳如烟怒气冲天，一脚将旁边的椅子踢倒，心头充满怨言。电话无人接听，沟通难以建立，他似乎有意不理睬，默不作声。极少有人能猜测到，然而我并非故意掩藏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消失了。即便柳如烟再试上万次，也难以与我取得联系。就在他最后一次拨通电话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奇迹般的接通了。听着清脆的嘟嘟声，柳如烟愣了一下，我在半空中也没反应过来。随后电话接通了，柳如烟立即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陈泽，因为你的肝移植手术，月日的病情比之前更严重了，你必须对此负责，赶紧过来再次捐献肝脏。”柳如烟的态度自负傲慢，仿佛她早已料到我会拒绝。遗憾的是，这个美好的梦想注定要破灭。她话音刚落，远处响起了嘶哑古老的诅咒声，凶狠而威胁着将她的心肝一口咬下。显然，有人已无法忍受。柳如烟被突如其来的连珠炮般的责骂击中，一时之间，她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回过神来，皱起了眉头：“请问您是哪位？为何要找陈泽？”对方连续数分钟情绪不断爆发，最终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再次拨打电话，却只听到持续的忙音，仿佛遭到有意的忽略。当他意识到这一事实时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当赵天宇推开门进来时，得知我不接电话，并且把柳如烟拉黑后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星光。最后，他又表现出一丝虚假的关切，问道：“难道毒烟的事是我惹陈泽不高兴的原因吗？”他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，语气显得无辜至极。他要我去找陈泽，只要他心情好，我就愿意，即使要跪下磕头，我也会毫不犹豫。
你们无需忧虑，我将始终在你们身旁，护佑你们免遭磨难。柳如烟柔声慰藉，轻抚赵天宇眼角的泪痕，二人的身影轻盈的交织成一。星星生气了，不行不行，你们不能这么靠近，妈妈属于爸爸的，怪叔叔离开。星星虽勤奋，却徒劳无功，瘦弱的身影不断穿梭，却无法改变命运。最终，我将他拥入怀中，问爸爸：“你不生气吗？”看着他茫然的目光，我轻声笑道：“有你这个开心果，爸爸已经很满足了。”或许是因为心已经沉寂，我对柳如烟的感情渐渐消逝，只剩下深深的回忆。赵天宇踉踉跄跄地走着，柳如烟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向之前星星住过的病房迈进。我深思熟虑后，便与星星一同踏上了前程。我内心充满好奇，期待看到柳医生听到我和星星的经历后会展现出怎样的表情。走进那熟悉的病房，一切都如故。小星星兴高采烈地四处张望，甚至留意到角落里的热水瓶。爸爸，瞧，上面还有小星星的名字呢。星星离开后，一名患病的小朋友搬进了。他是个和星星同岁的小男孩，同样患有肝衰竭。他家境贫寒，为了治病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我给他留下了一些日常用品，但没想到这个误会让柳如烟误以为星星还活着。他在一个空无一人的病床前停下来，皱起了眉头，向护士询问关于1107号病房的孩子们的情况。家长带着他一同走出家门，一起在花园里漫步。柳如烟身患疾病，仍不停奔波。作为父亲，陈泽该如何抉择？于是他决定静待，默默守候，不断等待。一个小男孩坐在轮椅上进来，他躺在床上，曾经是星星的。直到他意识到这不对，你为何会让柳如烟的冷漠表情更加显著，甚至吓哭了小男孩？护士赶紧安顿好这位病人，他几天前已经被安排入住了，这一点已经被刘医生记录在病历单上了。柳如烟稍作停顿，追问道：“之前的那位病人陈星，他去了哪里？”离开时，护士眼眶泛红，匆忙用手背抹去眼角的泪痕。听到这番话，柳如烟的表情瞬间变得怒火中烧。谁允许你们将他送出医院的？陈星的肝功能已经衰竭，每日需按时服药和接受检查，他怎么可能被放出医院呢？最后，他竟然开始大声责备我，觉得我为了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，故意折磨他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你难道就是这样的吗？他毫不察觉护士们投来的惊讶目光，直到另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匆匆走进来，那是杨阿姨。在星星住院期间，杨医生是他的主治医生，给了我和星星很多帮助，尤其是在我昏厥后，他进行了详细的身体检查，同时他也是向我指导我患有癌症的人。唯二，杨医生赶到后安抚了惊吓的小男孩，将柳如烟带到走廊外。你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柳如烟，为何突然介入我的治疗？杨医生带着厌恶的口吻说道。上周星星因肝衰竭不幸逝世，身为科室主任和母亲，你竟然直到此刻才领悟到这一点，实在不够胜任这个角色。小明听完话，顿时呆住了，眼神充满了不可置信，紧盯着杨医生。